乱世的镜像，魏晋南北朝300年全纪实历史。有时候历史就像个充满恶趣味的编剧。公元280年，西晋名将王浚楼船顺流而下，灭掉东吴，结束三国乱世。所有人以为大一统盛世回来了，可惜这只是幻觉。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是典型的二代，老爹和爷爷把苦活干完，他只想享受。为防权臣夺位，他想出自以为天才实则脑残的招数，大封同姓王。他把司马家亲戚全派往各地给钱给地，最致命的是给了合法私人军队。司马炎想外人不可信自家兄弟总能帮守江山，他忘了皇权诱惑面前兄弟的血比水淡比墨黑。公元291年，司马炎两眼一闭，把江山交给智商不太够用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没错，就是那位听说百姓没粮吃会真诚反问何不食肉糜的呆萌皇帝。皇帝是傻子，权力成了无主之物。著名的贾南风上线了。这位黑矮丑且心狠手辣的皇后为弄权拉开司马家，自残秀序幕。历史冷知识，这场混乱被称为八王之乱。虽然叫八王参与斗殴的王爷其实多得数不过来，他们逻辑很简单，杀掉皇后，我就是权臣；杀掉另一个王，我就是摄政；杀掉所有竞争者，我就是老大。从公元291年到306年，洛阳城门成了断头台背景。汝南王亮、楚王韦、赵王伦、齐王扛、沙王义、成都王尹、河间王抗、东海王越，他们像轮盘赌一样在历史舞台上走马丁，每一个人的上台都伴随着前任灭门。他们打到最后发现汉人的兵打光了，怎么办？引狼入室。为迎这些司马家王爷，开始疯狂招募北方胡人、骑兵、匈奴、鲜卑等。他们不知道这些骑兵踏入中原那一刻，看着破败洛阳和软弱皇权，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这一块肥肉为什么我不自己吃？公元311年，永嘉5年，这一年对洛阳人民来说就是世界末日。匈奴汉国大将刘耀攻陷洛阳，史称永嘉之乱。这不是普通攻城略地，这是毁灭。3万多名汉臣和百姓被屠杀，晋怀帝像死狗一样被俘虏到平阳后，来被逼穿奴隶衣服给匈奴人敬酒，最后被毒死。西晋皇陵被盗掘，100年宫殿化为灰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统王朝首都彻底沦陷在少数民族手中。什么是衣冠南渡？衣冠2个字在古代代表着文明、礼仪、家谱、书籍以及阶级。当洛阳守不住时，中原世家大族那些王谢、元宵等顶级门阀做出改变未来1000年的决定。他们带走人丁，整个宗族男女老幼人才，中国最顶尖的医生、工匠、学者、技术，北方农耕技术、水利方案、冶铁术、灵魂，那些保存在竹简和丝帛上的先贤智慧，数以百万计流民涌向南方。在波涛滚滚长江边，无数士大夫回头北望，那个曾经他们吐槽充满铜臭和政治斗争的洛阳，如今成了梦里都回不去的故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王导扶持下，于建康登基东晋，正式开启王与马共天下。刚到南方的司马睿很尴尬，他虽然姓司马，但在皇室血缘很远，也没什么威望。南方土著豪强如朱张、顾禄看不起他，北方过江名士也只是利用他。这时候历史主角之一出现了，琅邪王氏王导和王敦两兄弟，一个主政，一个主兵。在司马睿登基典礼上，他甚至拉着王导的手，要和他一起坐上皇位。这就是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奇特的门阀政治时代，皇帝不再是绝对权威，而是门阀利益的协调人。这种脆弱平衡保住南方安宁，但也埋下偏安一隅的基因。在东晋立足江南的同时，北方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混乱、最残酷的权力更迭，也就是五胡16国。提前交代一下，北方主要政权始于匈奴前赵后赵前，秦鲜卑后秦后燕等，混战鲜卑北魏，统一止于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五胡16国时代，正式结束中国进入北朝时期。这绝非简单朝代更替，而是一场社会秩序彻底推倒重来。
北方大地上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迭。今天石勒建立后赵，明天冉闵发布杀胡令后，天慕容鲜卑又杀入关中。在这场混乱大逃杀中，一个人物出现，曾让北方看到统一与和平希望。前秦天王苻坚。苻坚是个异类，身为甘尼族首领，他却拥有比汉人皇帝更纯粹的儒家理想。他重用汉人奇才王猛，两人君臣相知，犹如刘备与诸葛亮在世。在王猛辅佐下，前秦不仅军事上横扫北方，统一黄河流域，更在内政上推行法治，兴办教育，试图抹平民族间裂痕。公元375年，王猛临终前对苻坚留下沉重警告：东晋虽然偏安，但那是汉人正统，民心未去，千万不要轻易南征。我们要警惕的是身边那些鲜卑和羌族将领。可惜连年胜利让苻坚变得盲目自信，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是天命所归，统一南北是历史必然。公元383年，苻坚动员号称80万庞大军队，由湍羌、鲜卑等各族将士组成，绵延数千里，浩浩荡荡向南方开进。他对着满朝文武意气风发，宣称：我有100万雄师，只要每人把马鞭丢进长江，就足以截断江流。这就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面对前秦泰山压顶东晋内部，却出奇冷静。宰相谢安在建康宅邸里淡定落子下棋。他派出由刘牢之率领战斗力极强的职业军人北府兵，命运决战在淝水展开。前秦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内部矛盾重重，民族混杂，且防线拉得太长，指挥极度不灵。当两军对垒时，晋军要求秦军稍微后撤，以便腾出空地决战。苻坚想玩个硬招，等对方渡江一半时突袭，便下令军队后撤。然而在这个混乱时刻，军队一旦后撤，就变成溃逃。混入秦军阵中的奸细在后方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瞬间几十万大军像雪崩一样坍塌，晋军乘胜追击，前秦士卒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苻坚本人身中流矢，带着残部逃回关中。淝水之战是一道分水岭，对于南方来说，这一战保住汉文明最后一片净土，让东晋得以继续延续国祚。对于北方来说，前秦这个瞬间膨胀的庞然大物，在惨败中迅速解体，北方再次陷入更深邃、更持久的混战。但历史并没有在此时止步，在北方废墟边缘，一个名叫拓跋鲜卑的民族正在大漠深处悄然崛起。他们将以一种更彻底、更决绝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北方的未来。当历史指针拨到公元420年，东晋这个依靠门阀撑起来的空中楼阁终于走到尽头。东晋的终结者是一个叫刘裕的男人，他不像那些摇着羽扇轻谈玄学的名士。刘裕出生于贫寒之家，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战神。他先后平定内乱北伐南燕后秦，收复洛阳和长安。刘裕废掉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建立宋朝，称刘宋，这是南朝的开始。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刘裕或许会像汉文帝、光武帝那样成为完美开国之君。但刘裕做了一件打破底线的事，这也为南朝300年血腥轮回埋下伏笔。按照惯例，禅位的旧皇帝虽然失去权力，但会被封为王，享受优厚待遇，得以善终。比如汉献帝刘协就在山阳宫位置上活到60多岁。但刘裕出身寒门，他没有贵族体面包袱，他只相信斩草除根。退位后的司马德文被封为零陵王，软禁在秣陵。他深知刘裕的狠辣，每天和妻子张氏住在一起，所有食物都要亲自尝过才肯吃，生怕被下毒。这种小心翼翼并没有拯救他。公元421年9月，刘裕派郎中令张伟带着一瓶毒酒来到零陵王府。张伟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在路上仰天长叹：毒杀君王以求富贵，我不忍心做违抗命令，又是死罪，不如我自己死吧。说完，他喝下毒酒自杀。刘裕大怒，既然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几天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零陵王府，他们强行拉开正在纺纱的张氏，将司马德文按倒在床上。司马德文惊恐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领头的军官狞笑着说：“皇帝命你自裁，如果你信佛，死后或许能投胎做个平民。”司马德文绝望地说：“佛教说自杀的人不能转世为人，我不想自杀，你们动手吧。”军官点点头，也不用读久了，几名士兵拿起一床厚厚的棉被，死死捂住司马德文的口鼻。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司马德文的双腿剧烈蹬踏着，双手抓破床单。几分钟后，挣扎停止了。这位末代皇帝被活活闷死在自己床上。潘多拉魔盒的开启。司马德文的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政治斗争的底线被击穿了。在此之前，政治虽然残酷，但还保留着一丝贵族的温情与体面。刘裕用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世人：赢家通吃，输家死绝。刘裕虽然是一代雄主，但他开启的这个恶劣先例像诅咒一样报应在了他的子孙身上。南朝的169年里，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大部分皇帝都没有好下场，父子相残、兄弟厮杀成了家常便饭。当刘裕站在建康城头望着北方苍茫江山时，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亲手建立的这个王朝将是一个被鲜血浸泡的王朝。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将整个建康城染成一片绯红。袁家草草书生皇帝与父子相残的诅咒。公元424年，刘裕死后，第2年，建康城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血腥味。刘裕留下的4个顾命大臣，在短短1年内联手废杀了2任小皇帝刘义福、刘义珍。皇位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谁坐上去，谁就可能是下一个死人。当大臣们来到江陵迎接年仅17岁的宜都王刘义隆回京继位时，刘义隆犹豫了。他甚至不敢上船，生怕这是一场诱杀。在与心腹反复推演后，他才战战兢兢踏上通往健康的路。刘义隆长得不像他父亲刘裕，是5大3粗的莽汉，而刘义隆白皙儒雅，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继承了父亲深沉的心机。登基之初，他表面上对跋扈的顾命大臣徐献之等言听计从，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2年后，就在大臣们以为这个书生皇帝是个软柿子时，刘义隆突然发动雷霆一击，将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集团连根拔起，满门抄斩。从这一刻起，大权独揽，年号袁家。这本该是一个辉煌的开始。必须承认，刘义隆是一个好皇帝，至少在治理国家上是如此。他在位30年，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治下，饱经战乱的江南终于喘了一口气。他推行劝课农桑，减免赋税，甚至亲自在皇宫里种地做样子。史书记载，元嘉年间民户繁育，将无贵食役矣，人口恢复到以前水平，余粮7亩户，不夜扣粮食，多得堆在田里，家家户户不用关门。这是一个文弱而美好的时代。谢灵运在山水间吟诗范的，在撰写后《汉书》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正在计算圆周率。健康城的夜晚灯火通明，秦淮河上的画舫彻夜不息。相比于北方的战火纷飞江南，简直就是天堂。然而在这个文弱的盛世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父亲刘裕、刘义隆不仅想做守城之君，更想超越父亲，建立不世之功。他的目光始终死死盯着北方，此时的北方不再是一盘散沙。鲜卑拓跋部出了一位军事天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理。如果说刘裕是猛虎，那拓跋焘就是群狼的首领。拓跋焘比刘义隆小1岁，但他的人生完全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性格刚毅，作战勇猛，且极其蔑视南方的汉人政权。他率领铁骑横扫大漠，灭夏、灭北燕、灭北凉，彻底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胡16国的混乱局面。南北双雄对峙战争不可避免。刘义隆很自信，现在的宋国国库充盈，兵强马壮。他觉得父亲当年北伐是因为后勤不足才被迫撤军，现在自己有钱有粮，一定能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但他忘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不是刘裕。遥控战争一张地图的悲剧。刘义隆的北伐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刘裕打仗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刘义隆打仗是坐在健康的皇宫里对着地图画圈圈，他极其缺乏安全感，不信任前线将领。每次出兵前，他都要亲自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甚至规定哪一天行军多少里，哪一天在哪里扎营。他把这些计划写成锦囊，或者画在地图上，交给将领们，严令必须照做。试想一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前线将领拿着皇帝半个月前制定的计划书打仗，这仗怎么打？公元450年，刘义隆发起了规模最大的北伐，宋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杀向中原。前锋王玄谟打到了华台（今河南华县），这是北魏的重镇，只要攻下华台、洛阳，指日可待。然而王玄谟完美继承了皇帝的优柔寡断，他不想着怎么攻城，却忙着搜刮民财，甚至因为不想赏赐士兵而把缴获藏起来。就在宋军磨磨蹭蹭的时候，拓跋焘亲率大军到了。鲜卑人没有讲什么兵法，直接发起了海啸般的冲锋，号角声响彻天际，宋军士兵看着那漫山遍野的骑兵，腿都软了。王玄谟第一个带头逃跑，宋军全线崩溃，死伤数万，尸体填满了黄河。这一次拓跋焘没有见好就收，他被激怒了，既然你们这么想来北方，那我就去南方看看。北魏大军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宋军的防守铜线像纸糊一样被撕碎，仅仅几个月，拓跋焘的铁骑就饮马长江，出现在了瓜布山（今江苏南京六合区）这里，离建康城只有一江之隔。建康城乱了，皇宫里乱成一团，富商巨士争相逃命。刘义隆站在石头城的城墙上，望着江对岸连绵几十里的北魏营帐，看着那冲天的火光，听着鲜卑人的战鼓声，他终于崩溃了。他颤抖着对身边的大臣说，如果谭道济被他冤杀的名将还在，怎么会让胡虏嚣张到这个地步？江对岸拓跋焘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他甚至派人给刘义隆送去了礼物，骆驼和毛毡，嘲笑南方人没见过这些东西，同时索要特产、李子和好酒。这场战争最终因为北魏军中爆发瘟疫，加上战线过长而结束。拓跋焘撤军了，但他带走了50万南方百姓，把江淮之间繁华的城镇烧杀抢掠一空。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这句词精准刻画了刘义隆的耻辱，30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南朝的脊梁被打断了。外战的惨败引发了剧烈的内部动荡，刘义隆变得更加多疑暴躁。晚年的刘义隆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先是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刘义康，仅仅因为对方威望太高。接着他的怀疑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刘佐，本名刘痤。刘痤是刘义隆最宠爱的长子，但他也是个急脾气。父子俩的关系因为战争的失败和朝政的分歧越来越僵。刘义隆多次在公开场合斥责太子，甚至动了废太子的念头。绝望中的刘岱走上了一条邪路巫蛊，他找了一个女巫颜道玉，在东宫刻了一个刘义隆的玉像，每天往上面扎针，诅咒父亲早死。这种事在古代是绝对的死罪。公元453年，事情败露了，刘义隆大怒，下令搜查东宫，搜出了大量诅咒的证据。但他毕竟还是心软了，没有立刻废掉太子，而是整天和大臣商量该怎么办。这犹豫要了他的命。消息传到了刘璀耳中，刘璀知道横竖是死不如搏一把，喋血韩章殿。公元453年2月的一天深夜，刘璀呢带着2000名东宫卫兵，谎称接到密诏，骗开了皇宫大门。此时的刘义隆正和大臣徐湛之在韩章殿里秉烛夜谈，商量的正是如何处置刘痤。突然殿外杀声震天，刘痤内身穿戎装，提着长刀，满脸杀气地冲了进来。刘义隆惊愕地抬起头，看到是自己的儿子，还没来得及说话，刘队身后的士兵就冲了上去。大臣徐湛之试图阻拦，被一刀砍死。刘义隆本能地举起手中的茶几抵挡，但这无济于事。锋利的刀刃落下，切断了他的5根手指，随即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位统治南朝30年、开创了袁家之治的皇帝，就这样倒在血泊中，死不瞑目。
哪怕是在最后一刻，他可能都不敢相信杀他的竟然是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儿子。杀了父亲的刘怼立刻在宫中登基，这不仅是弑君，更是弑父，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行为震惊了整个天下。驻守江州的武陵王刘俊，刘义隆的第三子，立刻起兵讨伐这个禽兽哥哥。3个月后，刘典兵败，被杀。刘俊继位，是为宋孝武帝。你以为正义得到了伸张，不，这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刘俊登基后，为了报复和立威，他将哥哥刘璁的尸体挖出来斩首示众，甚至挫骨扬灰。更可怕的是，刘俊本人也是个荒淫无度的暴君。他和他的儿子刘子业将把刘宋王朝推向更加疯狂、更加变态的深渊。南朝的历史车轮带着元家时代的残梦，咕噜噜地滚向了黑暗的谷底。南朝太残暴了，我们把目光移向北朝。如果说前2章的主题是权谋与杀戮，那么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文明。一个征服者为了统治长久，决定杀死自己的过去，变成被征服者的模样。这是一场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这是北朝历史上最波澜壮阔也最令人心碎的一章。故事要从一个女人说起。在北魏的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气候寒冷，风沙漫天。这里是鲜卑人的大本营，充满了扬山味和马蹄声。而在皇宫深处，真正的主宰者并非皇帝，而是一位垂帘听政的妇人冯太后。她是北魏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元宏的嫡祖母。冯太后并非鲜卑人，她是汉人且出身显赫的北燕皇族。当他看着年幼的孙子拓跋宏坐在龙椅上时，他心中正在酝酿一盘大棋。他深知鲜卑人靠骑射打下了江山，但靠骑射坐不稳江山。贪婪的鲜卑贵族正在像寄生虫一样吸干这个国家，如果不改革，北魏迟早会像五胡16国那些短命王朝一样崩溃。于是这位铁娘子出手了，她推行均田制和3常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把人口控制在国家手里，而不是贵族手里。他杀伐果断，为了权力的稳固，甚至毒杀了自己的继子献文帝。年幼的拓跋宏就是在这种高压严酷但又充满政治智慧的环境下长大的。他敬畏祖母，更崇拜祖母身上那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拓跋宏亲政。他擦干眼泪，决定完成祖母未尽的遗愿，甚至走得更远。他要带领这个草原民族进行一次彻底的换血。南方有个名字叫洛阳。拓跋宏讨厌平城，平城太冷了，那是游牧民族的巢穴，不是天子的居所。在他的心中，真正的帝都只有一个洛阳，那里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的故都，是中华文明的正统所在。虽然此时的洛阳已是废墟，但在拓跋宏眼里，那里依然闪烁着神圣的光芒。但想迁都难如登天。鲜卑贵族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方，他们的牛羊草场人脉都在平城，让他们搬到那个热得要死还要讲究繁文缛节的南方去，不可能。反对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拓跋宏知道硬来是不行的，必须演绎出大戏一场，关于南征的骗局。公元493年秋天，平城誓师，拓跋宏身披金甲，宣布朕要南伐齐国，统一天下。他集结了30万部众大军，号称100万，浩浩荡荡向南进发。鲜卑贵族们虽然不情愿，但皇帝说是去打仗抢劫，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大军行至洛阳，天公不作美，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战马陷在泥里拔不出腿，士兵们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此时拓跋宏却显得兴致勃勃，他骑着马在大雨中挥舞着马鞭，命令大军继续向南挺进。鲜卑贵族们终于受不了了，几个王爷带头跪在泥水里磕头，如捣蒜，陛下雨太大了，士兵们都病了，这仗没法打呀，求求您撤军吧。拓跋宏坐在马上，看着这些狼狈的贵族，脸上露出了痛心疾首的表情，全是演技。朕兴师动众是要统一天下，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被后人耻笑？大臣们继续哭谏，再打就要亡国了。经过几个回合的拉锯，拓跋宏
终于抛出了他的底牌。好吧，既然你们都不想南伐镇，可以妥协，但是大军已经走了这么远，如果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平城镇的颜面何在？如果不南伐，那我们就把国都迁到这里，洛阳定都于此，徐图天下。贵族们愣住了。相比于去南方送死打仗，留在洛阳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在半推半就中，拓跋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迁都。北魏的统治中心从塞外高原转移到了中原腹地，断北语，改汉姓。迁都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风暴在后面。到了洛阳后，拓跋宏此时应称孝文帝下达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诏令。他不只要改变地理位置，他要改变这个民族的灵魂。请胡夫脱下你们的皮袍刀左衣，穿上汉人的宽袍大袖。段北语在朝堂之上严禁说鲜卑话，一律说汉语正音。30岁以下的官员如果再说鲜卑话，降职或免官。改汉姓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寓意万物之源；独孤氏改为刘氏，部六孤氏改为陆氏。通汉婚鲜卑贵族必须与汉族高门大姓通婚，以此来改变血统。这是一场强制性的文化侵袭。想象一下，那些在马背上长大只会弯弓射雕的鲜卑大汉，被迫穿上半脚的长袍，笨拙地拿着毛笔，结结巴巴地学着说之乎者也。这画面既滑稽又残酷。孝文帝是认真的，他疯狂地崇拜汉文化，他甚至以身作则，给自己改名袁弘，每天读书写诗，比汉人还像汉人。太子的背叛，改革的阻力超乎想象，而最大的反对者竟然来自袁弘最亲近的人太子袁弘，最亲近的人太子袁，赐名袁。袁是典型的鲜卑少年，他体格健壮，喜欢骑马砍杀，讨厌读书，更讨厌洛阳那闷热的夏天。他觉得父亲疯了，为什么要抛弃祖宗的传统，去学那些懦弱的南方人？在洛阳的深宫里，袁经常偷偷脱下汉服，换上胡服，拿着弯刀挥舞。他对身边的亲信说，等我当了皇帝，我一定要带大家回平城去。这不仅仅是父子代沟，这是2条路线的生死搏杀。公元496年，趁着袁弘外出巡视，留守洛阳的太子袁密谋逃跑。他准备抢夺快马奔回平城，在那里竖起反旗，召集旧贵族发动政变。然而计划泄露了。袁弘接到密报如五雷轰顶，他急忙赶回洛阳，抓住了企图出逃的儿子。那一刻，他不再是皇帝，而是一个心碎的父亲。史书记载，袁弘拿着鞭子亲自抽打袁猛的，打得自己气喘吁吁，泪流满面。他一边打一边骂，我为了大魏的江山社稷呕心沥血，你为什么要毁了这一切？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袁稳的跪在地上，倔强的一言不发。袁弘并没有立刻杀他，而是废他为庶人，软禁起来。但政治是残酷的，旧贵族们把废太子看作希望的图腾，只要袁翁的活着反对改革的势力就会蠢蠢欲动。1年后，袁弘再次南征，有人告发废太子在软禁中依然埋怨愤恨，甚至还在联络旧部。这一次，袁弘知道不能再手软了。为了大魏不再分裂，为了汉化改革不半途而废，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杯毒酒送到了袁稳面前，年仅15岁的袁稳喝下毒酒，死在了这个他不喜欢的南方。袁弘杀子震慑了所有的反对派，鲜卑贵族们终于明白，这位皇帝为了汉化，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从此，反对改革的声音彻底消失。袁弘的改革成功了吗？从短时间看，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鲜卑族丧失了尚武精神，迅速腐化，甚至在他死后几十年，北方就因为六镇起义，留守北方的鲜卑下层军人对汉化政策的反噬而分崩离析。但从长远看，他伟大的令人战栗。他把数百万鲜卑人彻底融入了汉族。今天你可能姓袁、姓陆、姓刘、姓长孙，你的血液里可能就流淌着鲜卑人的基因，但你在文化上是纯粹的中国人。去看看洛阳的龙门石窟吧，那是北魏皇室开凿的杰作。早期的佛像深目高鼻，肩膀宽厚，那是鲜卑人的样子。而到了袁弘迁都后的佛像，面部线条变得柔和，面着宽大的汉服，嘴角挂着宁静而睿智的微笑，那就是著名的秀骨倾向。那不是石头的变化，那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变化。
公元499年，年仅33岁的袁弘在南征途中病逝。他像一根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胡汉融合的道路。随着他的死，北魏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分裂与战乱的阴云再次笼罩在黄河上空。而在那片混乱中，两个枭雄正在磨刀霍霍，准备瓜分袁弘留下的遗产，那就是驻守在北方边境的6镇官兵。这6个军事重镇沃野、怀朔、武川等，曾是帝国的骄傲，驻扎着最精锐的鲜卑武士，防备柔然南下。在迁都之前，6镇将士被称为国之爪牙，地位极高，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去那里当官。但迁都洛阳后，一切都变了。留在洛阳的鲜卑人成了高贵的羽林郎，享受荣华富贵；而留在6镇的将士成了没娘疼的孩子军饷，被克扣地位一落千丈，成了被人瞧不起的镇户边疆苦力。一边是洛阳的醉生梦死，一边是塞外的风刀霜剑，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终于酿成了火山爆发。公元523年，6镇起义爆发，这群最能打仗的职业军人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朝廷，北魏帝国瞬间分崩离析。在一片混乱中，一个名叫尔朱荣的军阀横空出世，他镇压了起义，却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扔进黄河淹死，并把2000多名朝廷高官赶到河边集体屠杀。洛阳城血流成河，旧的秩序彻底毁灭了。而在尔朱荣的帐下站着2个不起眼的年轻人，一个叫高欢，鲜卑名贺六浑；一个叫宇文泰，鲜卑名黑塔。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2个此时还得看尔朱荣脸色行事的人，日后会将中国北方一分为二。尔朱荣死后，北魏失去了最后一位强人，天下变成了无主的猎场。高欢抓住了机会，他出身怀朔镇，是个汉人，却完全鲜卑化了。他家里很穷，年轻时是个站岗的士兵，但他有一项特殊技能，无穷的人格魅力。史书记载，高欢长得帅目有精，光长头高拳，而且极其擅长收买人心。他能叫出几千名士兵的名字，对部下推心置腹。当尔朱荣的残部，主要是6镇降兵，不知道该跟谁走的时候，高欢站了出来。他用鲜卑语对着这群大兵演讲：我们都是6镇的子弟，像枯草一样被人践踏。现在我们手里有刀，为什么不给自己杀出个富贵前程？26000名精兵被这一番话点燃了，齐声高呼万岁。高欢带着这支庞大的军队，控制了富庶的关东地区，今河北、山东、河南东部。他在邺城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建立东魏。此时的高欢坐拥天下粮仓，兵多将广，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男人。他唯一的对手是西边那个曾经的小老弟，西方的孤狼宇文泰的逆袭。相比高欢的顺风顺水，宇文泰的开局简直是地狱模式。宇文泰出身武川镇，此时他带着少量兵马进入了关中今陕西。这里刚刚经历战乱，长安城残破不堪，百姓流离失所。更要命的是，他还要面对高欢这个庞然大物。高欢拥立了皇帝宇文泰，不甘示弱，也找了个北魏皇族立为皇帝，建立西魏。南北朝分裂成了3个南边，此时进度条已推进到梁朝萧衍北边的东魏高欢和西魏宇文泰。宇文泰很清楚，拼消耗他10个西魏也打不过一个东魏。东魏人口2000万，西魏人口才几百万，要想活下去必须变法。他启用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苏绰等，制定了著名的6条诏书，重点只有2个字：务实。他不讲究门第，只要能打仗能种地就是好汉。他创造性地建立了府兵制，平时是农民农闲时训练打仗，同时自备干粮上战场。为了笼络人心，他给汉族豪强赐鲜卑姓，给鲜卑军人取汉名。这种制度将关中的汉族地主武装和鲜卑军事贵族强行通过利益和血统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政治军事集团——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将在未来的200年里孕育出北周、隋唐3个王朝的皇室。沙苑之战，命运的转折点。虽然宇文泰拼命改革，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似乎都是徒劳。
公元537年，高欢觉得时机成熟了，他集结了20万大军，号称浩浩荡荡杀向关中市，要一举灭掉西魏。宇文泰手里有多少人？不足1万人。这是一场怎么看都输定的战争。高欢的谋士建议西魏缺粮，我们只要围而不打耗，也能把他们耗死。但高欢太骄傲了，他看着那漫山遍野的东魏，惊奇大笑道：黑塔宇文泰只有这一点人，我就算用鞭子抽也能把他抽死。两军在沙苑（今陕西大荔）相遇，这里是一片芦苇荡，地形复杂。宇文泰看着远处的东魏大军，那是一片黑色的海洋，他的士兵们在发抖。宇文泰拔出佩刀，大声吼道：兄弟们，如果不拼命，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哪怕是用牙咬，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他命令将士们埋伏在芦苇丛中，偃旗息鼓。东魏军队看见西魏兵少争先恐后的冲过来抢功劳，队形完全乱了。就在这时，宇文泰一声令下，芦苇荡里数千名西魏勇士像饿狼一样冲了出来，他们手持长槊，专砍马腿。与此同时，西魏名将李泌率领铁骑从侧翼突击，将东魏大军拦腰截断，杀喊声震天动地。高欢懵了，20万人被1万人包了饺子，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前面的人往后跑，后面的人往前挤，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高欢在亲兵的拼死掩护下，骑着骆驼连夜逃回黄河以东。据说他逃跑时极其狼狈，这一战把他的家底几乎赔光。沙苑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巅峰之作，他确立了东西对峙的格局。西魏这颗种子终于在石头缝里发了芽。沙苑之战后，高欢并不服气，他依然拥有压倒性的国力优势。公元546年，高欢卷土重来。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不再浪战，而是死磕西魏的军事重镇玉璧（今山西稷山）。守卫玉璧的是西魏名将韦孝宽，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攻防战。高欢在城外堆起土山，想居高临下，韦孝宽就在城墙上加盖高楼，比土山还高。高欢挖地道想偷袭韦孝宽，就在城内挖战壕，等着东魏兵钻出来，然后往地道里塞鼓风机，把烟火吹进去，熏死敌军。高欢用巨大的工程车撞击城墙，韦孝宽就用布匹做成巨大的幔帐，悬挂在城墙外，卸掉撞击力。这场攻坚战打了50多天，东魏死伤7万多人，尸体堆积如山，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高欢看着那座像铁柱一样的孤城急火，攻心旧病复发。在这凄凉的秋风中，高欢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了稳定军心，他强撑着病体宴请诸将。席上老迈的高欢让大将胡律金领唱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听着这首来自家乡草原的歌谣，回想起自己从一个守门小兵到一代霸主的峥嵘岁月，再看看如今未尽的霸业，高欢老泪纵横，全军将士皆掩面而泣。3个月后，高欢病逝。他没能统一天下，但他留下了一个庞大而畸形的东魏帝国。高欢与宇文泰的对决，表面上是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制度的较量。高欢的东魏北齐依然沿用旧的门阀制度和鲜卑部落制，他为了讨好各方势力，只能姑息养奸。东魏的官场极其腐败，甚至出现了连看守监狱的都要行贿的局面。这个政权虽然富，但是烂到了根子里。宇文泰的西魏北周因为穷，所以必须高效。府兵制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军营，所有资源都优先供给战争。这里虽然穷，但是充满了狼性。历史证明，清教徒式的斯巴达国家最终会吃掉腐化堕落的波斯帝国。当高欢在敕勒歌的悲凉中闭上双眼时，宇文泰正在长安默默积蓄力量。他知道属于关陇集团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阳接班。这个高阳比他父亲更猛，也更疯。他一脚踢开了东魏的傀儡皇帝，建立北齐，而西边的宇文泰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死后，他的侄子宇文护掌权，连杀3个皇帝，双雄谢幕，但舞台上的血腥味却越来越浓。北齐公元550年
到577年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王朝。论经济，它是当时全球最富庶的地区；论文化，它留下了绝美的佛像和画卷；论军事，它拥有百战百胜的鲜卑铁骑；单论统治者，它简直是一个精神病院。高氏皇族似乎被某种疯狂的基因诅咒，在短短27年里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诞、最暴虐的行为艺术。接下来，请欣赏禽兽王朝高氏家族的精神病例。公元550年，高欢的二儿子高阳逼迫东魏皇帝禅位，建立北齐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这是一座极其奢华的城市，铜雀台高耸入云，300里宫墙金碧辉煌。这里的贵族穿着从波斯进口的丝绸，吃着西域运来的葡萄，谈论着深奥的佛法。然而在这层金粉之下流淌着脓血。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是一个无法用常理判断的生物。在登基之前，他装傻充愣，因为长得丑，满脸牛皮癣，又沉默寡言，被哥哥高澄嘲笑为痴人，连他的母亲娄太后都嫌弃他。但就是这个傻子，在哥哥死后突然露出了獠牙。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洗了政敌，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腕。登基之初的几年，高阳简直就是千古一帝。他精简机构，严惩贪污，向北清剿库莫西契丹突厥，甚至把长城一直修到了海边。那时候北齐国力强盛，被称为英雄天子。但好景不长，那个疯狂的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也许是酒精烧坏了脑子，也许是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发作，高阳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表演。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裸奔皇帝，即使是寒冬腊月，他也经常赤身裸体的在街道上奔跑，或者涂脂抹粉，穿上妇女的衣服招摇过市。有时候他喝醉了，甚至会爬上屋顶，像野兽一样嚎叫，吓得底下的太监宫女瑟瑟发抖。他对杀人有着病态的迷恋，别的暴君杀人是为了权力，高阳杀人似乎是为了娱乐。他设了一口巨大的锅和一把长锯，解行在朝堂上，看谁不顺眼，或者单纯是为了助兴，就当场把人扔进锅里煮，或者用锯子锯成两半。最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一次宫廷宴会上。高阳曾经非常宠爱一位薛嫔，但他怀疑薛嫔以前和别人有染。那天宴会喝到高潮，高阳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在桌子上，大臣们定睛一看，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一颗血淋淋的美人头，薛嫔的头。紧接着高阳命人把薛嫔的尸骨做成了一把琵琶，他抱着这把人骨琵琶，一边弹奏一边流着泪唱道：佳人难再得。全场死寂，大臣们不得不陪着笑脸夸赞皇帝深情。这就是北齐的常态，极致的残忍与极致的文艺变态的交织在一起。公元559年，因过度酗酒，31岁的高阳终于暴毙，但他留下的这个疯狂基因才刚刚开始扩散。疯子的接力赛。高阳死后，北齐的皇位在几个兄弟叔侄之间血腥传递。先是高阳的弟弟高演杀了高阳的儿子篡位。高演还算个正常人，可惜命短，在位2年就死了，据说是被冤魂吓死的。死前他把皇位传给了另一个弟弟高湛。高湛武成帝是比高阳更无耻的存在，他不仅杀光了高阳的子孙，还强占了嫂子李祖娥高阳的皇后。为了逼迫李祖娥就范，他威胁道：如果你不从，我就杀了你的儿子。当李祖娥被迫屈服并怀孕生女后，羞愧难当，亲手杀死了这个女儿。高湛大怒，当着李祖娥的面把他仅存的儿子活活打死，并将李祖娥剥光衣服毒打，扔进臭水沟。在这个家族里，没有伦理，没有人性，只有赤裸裸的兽欲。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污泥浊水中，竟然生长出了一朵绝世的白莲花。他就是高湛的侄子高澄的第4子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艺术，史书上只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容貌：貌柔心壮。她长得太美了，白皙如玉，声音温软，像个女孩子。但在战场上，她却是最凶猛的修罗。因为担心自己的美貌威慑不住敌人，她每次出战都戴着一副狰狞的面具。邙山大捷是她的高光时刻。公元564年，北周联合突厥出动20万大军围攻北齐重镇洛阳。
北齐军队连战连败洛阳，危在旦夕。关键时刻，高长恭率领500名精锐骑兵，如一把尖刀，直接冲进了北周大军的重围。他们一路杀到了洛阳城下的金庸城。城上的守军看着底下这支奇怪的队伍，不敢开门，因为不知道是敌是友。此时高长恭摘下了面具，夕阳下那张绝美的脸庞露了出来。城上的士兵欢声雷动，是兰陵王，兰陵王来了！士气大振，齐军内外，夹击大破北周军队。北周留下的辎重器械绵延30里。为了歌颂这场胜利，将士们创作了一首舞曲《兰陵王入阵曲》。这首曲子悲壮激昂，伴随着舞者戴着面具挥舞兵器的动作，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甚至后来传到了日本，成为雅乐的源头。兰陵王不仅能打，而且人品极好，他对待士兵如同兄弟，连一个瓜都要切开分着吃。在这个充满杀戮与背叛的高氏家族里，他简直完美的不真实。但在中国历史上，完美往往意味着死亡。此时在位的皇帝是高湛的儿子高纬，北齐后主，这也是个奇葩，人称无仇天子。有一天，高纬和兰陵王聊天，高纬假惺惺地说：“哥哥，你作战那么勇猛，冲进敌阵太深了，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兰陵王感动于皇帝的关怀，脱口而出家事，亲切不自觉就冲进去了。家事这2个字触动了高纬那根敏感的神经。在高纬看来，天下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你一个手握重兵、威望极高的堂哥，把国家大事说成家事，是不是想当这个家？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就迅速发芽。兰陵王也意识到了危险，他开始刻意自污，故意贪污受贿，想让自己名声臭一点，好让皇帝放心。但这拙劣的演技并没有骗过高纬。公元573年5月，高纬派人给兰陵王送去了一样东西，老戏码了，毒酒。兰陵王拿着毒酒，悲愤地对王妃郑氏说：“我对国家如此忠心，从没辜负过皇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郑氏哭着说：“为什么不去向皇上求情解释呢？”兰陵王惨笑一声：“当年高阳杀高德，正大臣高德正想见一面都见不到，现在的皇上怎么会见我？”说完，他仰头喝下毒酒，从容赴死，年仅33岁。随着兰陵王的死，北齐最后一根顶梁柱轰然倒塌。兰陵王死后，北齐彻底没救了。高纬继续着他的荒唐统治，他卖官公爵，把皇宫变成了集市。他封自己的奶妈为女侍中，相当于女宰相。他甚至给自己的宠物鸡、宠物狗都封了开府仪同3司高官厚禄。最离谱的是，高纬还有一只宠爱的波斯猫，他也封为猫儿开府平时，让猫睡在精美的垫子上，吃最好的鱼肉。与此同时，西边的北周正在厉兵秣马。北周的皇帝此时已是宇文邕，北周武帝。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生活简朴不进，女色一心，只想灭齐。公元576年，宇文邕亲率大军进攻平阳（今山西临汾）。此时的高纬在干什么呢？他正陪着宠妃冯小莲打猎。前线急报像雪片一样飞来，高纬却不以为意。好不容易等到他决定出兵救援冯小莲，却撒娇说：“皇上，再陪人家杀一圈猎物吧。”高纬竟然真的听了，又陪着妃子玩了一下午。就这一下午，平阳陷落。随后的决战中，北齐军队本来还有一战之力，高纬带着冯小莲在后面观战。东路军稍微后退一点，战术调整，冯小莲吓得尖叫：“输了，输了！皇上快跑！”高纬是个极其胆小的人，和高阳相反，听妃子这么一喊，不分青红皂白，调转马头就跑。主帅逃跑，几十万大军瞬间崩溃。佛像流泪，北齐的落幕。公元577年，北周大军攻破邺城，那个金碧辉煌、充满罪恶与繁华的北齐灭亡了。高纬带着冯小莲逃跑，最终被俘虏。在长安，宇文邕让这位曾经的皇帝跳舞助兴，极尽羞辱。几个月后，高纬和所有高氏皇族成员被集体赐死。疯狂的高氏家族终于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了代价，断子绝孙。北齐虽然只有短短27年，但它像一颗流星，划破了历史的夜空。
他留下了杨子华的话曹仲达的佛像颜之推的家训，也留下了关于人性之恶最深刻的标本。站在邺城的废墟上，北周武帝宇文邕望着东方北方统一了，但这还不够。他的目光投向了长江以南，那里南朝的陈朝正在苟延残喘，天下一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要把时间稍微往回拨一点，回放一下南朝的镜头。公元548年，来自北方的投机分子侯景发动叛乱，攻陷了梁朝的首都建康。这是一场毁灭文明的浩劫。曾经腰缠10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江南繁华地，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史书记载，建康城内连人肉都卖到了天价。梁武帝被饿死后，侯景纵兵屠掠王谢等顶级门阀世家，在这次动乱中几乎被屠杀殆尽。那些曾经风流倜傥的名士，要么死于刀下，要么饿死沟壑。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丘如秋草，资治通鉴。当侯景之乱终于被平定时，留下的梁朝已经是一个被打烂的空壳。北边的北齐高阳时期和西边的西魏宇文泰时期，像两只秃鹫盘旋在江南的上空，随时准备下来啄食最后的腐肉。就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刻，一个来自南方的汉子站了出来，一个来自底层的村夫，他叫陈霸先。在讲究门第的南朝，陈霸先的出身简直卑微到了尘埃里。他是吴兴津浙江长兴人，不是什么高门大族，早年只是个乡里的李斯村长级干部，后来去广州当了兵。他没有受过多少经史子集的熏陶，他的本事是在岭南的烟瘴之地和辽人海盗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皮肤黝黑，眼神坚毅，身上带着一股生猛的泥土气。在侯景之乱爆发时，陈霸先正驻守在广州。听到国难当头，他散尽家财，招募了3000名岭南子弟兵，誓师北上勤王。当时梁朝的主力军阀是王僧辩。王僧辩出身高贵，看不起陈霸先这个南蛮子，但陈霸先不以为意，他只想救国。在平定侯景的过程中，陈霸先身先士卒，逐渐赢得了声望，与王僧辩并称为梁朝的2根支柱。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公元555年，北齐皇帝高阳那时候还没疯得太厉害，出招了。高阳派人护送梁朝的一位宗室萧渊明回南方，要求梁朝立萧渊明为帝。这是一个赤裸裸的阳谋。萧渊明是北齐的傀儡，如果他当了皇帝，南朝就实际上成了北齐的附庸国。作为梁朝主帅的王僧辩此时却怂了，他被北齐的大军吓破了胆，竟然同意了。王僧辩想的是，只要不开战，哪怕向北齐称臣纳贡也行。陈霸先怒了，他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拍案而起，不管是正是邪，只要是北齐送来的傀儡，就绝不能做我们的皇帝。南朝虽弱，岂能向禽兽低头？陈霸先多次写信劝阻王僧辩，王僧辩置之不理。既然谈不拢，那就动手。公元555年9月，陈霸先发动突袭，他率领水军从京口出发，借着夜色顺流而下，直扑建康。当陈霸先的军队冲进王僧辩的卧室时，王僧辩还在做梦。王僧辩惊恐地问：“你怎么来了？”陈霸先冷冷地说：“你有投降北齐的心，我就有杀你的刀。”杀了王僧辩，废了傀儡皇帝，另立梁敬帝，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北齐皇帝高阳大怒，给脸不要脸是吧？公元555年底，北齐集结了10万精锐大军，浩浩荡荡杀过长江。领兵的是北齐名将徐嗣辉和任约，这2人原是南朝将领，投降北齐。此时的陈霸先面临的是绝境，内有王僧辩的残余势力，在作乱外有北齐大军压境。他手里的兵力满打满算只有3万人，而且缺粮少食。建康城再次被包围，北齐军队占据了石头城，控制了制高点。他们嘲笑陈霸先是井底之蛙，等着看他怎么死。陈霸先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他没有退缩，而是将指挥部设在建康城外的白下城，与北齐军隔空对峙。他知道凭硬实力肯定不行，必须玩命。
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拉锯战。北齐军队仗着人多势众，切断了健康的粮道，南朝的士兵饿得拿不动枪。关键时刻，陈霸先把自己家里所有的存粮都拿了出来，分发给将士。他的侄子陈岑，后来的陈文帝负责后勤，把家里的鸭子鸡全部杀光，送上前线。史书留下了一个感人的细节，为了方便士兵吃饭，陈霸先命人用荷叶裹着米饭，还夹杂着鸭肉蒸熟后分方。这就是后来荷叶饭的由来。这顿饭吃出了悲壮，吃出了决绝。公元556年6月，梅雨季节刚过，江南酷热难耐，北齐的北方士兵不适应这种湿热，开始疲惫懈怠。陈霸先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就在今夜，陈霸先下令全军出击。南朝士兵怀着必死的决心，从各个方向扑向敌营。陈霸先更是利用了风向，使用了火攻。那一夜，火光照亮了秦淮和北齐的连营，在烈火中化为灰烬。那些不可一世的鲜卑骑兵，在狭窄的江南水网中乱作一团，被烧死淹死者数以万计。陈霸先大获全胜，他不仅击溃了北齐主力，还斩杀了数名敌军大将。高阳听到消息后，气得把自己的马鞭都咬断了，但也只能无奈撤军。这一战保住了江南。公元557年，陈霸先接受梁敬帝的禅让，建立陈朝。这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版图最小的一个朝代。他失去了四川，被西魏夺走，失去了淮南，被东魏夺走，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一隅之地。但陈朝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陈霸先，南朝早在侯景之乱后就被北方瓜分了。那时候北方正处于鲜卑化的高峰期，如果江南沦陷，汉文明的火种可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陈霸先在废墟上建立的这个小朝廷，像一道铁闸，硬生生顶住了北方的压力。他不仅恢复了江南的经济，还重新整顿了文化。陈霸先在位只有3年就病逝了，享年57岁。他一生节俭，宫里的屏风都是用布做的，坏了就补一补。他没有世家大族的习气，他是真正的人民皇帝。陈霸先死后，他的侄子陈寝、陈文帝和弟弟陈顼、陈宣帝继续守护着这片江山。陈朝虽然弱小，但在他们的治理下，竟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被称为小康之治。然而历史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北方，北周武帝宇文邕已经灭掉了北齐，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此时的中国只剩下一南一北2个政权。北周虽然强大，但宇文邕死得太早，接班的是个不靠谱的暴君。而在北周的朝堂上，一位名叫杨坚的大臣正目光深邃地注视着龙椅。他是弘农杨氏的贵族，他是独孤信的女婿，他更是关陇集团新的核心。一场改朝换代的大戏即将上演，这不仅仅是北周的终结，更是整个南北朝乱世的终结。天下一统，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公元580年，北周的长安城再次陷入了恐慌。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得太早了，接班的儿子宇文赟天元皇帝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甚至是个精神变态。他同时立了5个皇后，整天酗酒淫乱，稍不如意就杀大臣。在宇文赟的5个老丈人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叫杨坚，鲜卑姓蒲，六如坚。杨坚长相奇特，史书记载他为人龙颜，额上有5柱入顶，目光外射，这在相面术中是帝王之相。宇文赟曾经多次想杀他，甚至在大殿埋伏了刀斧手，对侍卫说，只要杨坚脸上有惊恐的神色就杀了他。但杨坚活下来了，他靠的是忍者神龟般的演技，平时表现得唯唯诺诺，像个毫无野心的平庸老头。然而当宇文赟因为纵欲过度暴毙后，杨坚立刻撕下了伪装。此时的小皇帝只有7岁，杨坚作为外祖父，在御正下大夫刘遂内史上大夫正义的拥戴下入宫辅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京城禁军，第二件事就是向北周的宗室诸王举起了屠刀。宇文家的王爷们试图反抗，但在这个老谋深算的权臣面前，他们显得太稚嫩了。短短几个月，北周皇室的直系男性成员几乎被屠杀殆尽。
杨坚站在血泊中，但他并没有像高阳那样发疯，相反，他极其冷静。他知道，要想结束这300年的乱世，必须够狠，也必须够稳。公元581年2月，长安那场熟悉的禅让戏码再次上演。小皇帝宇文阐把皇位让给了外祖父杨坚。杨坚3次3让后登基称帝，恢复汉姓杨，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这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他更是汉文化坚定的复兴者。他废除了北周鲜卑化的政策，恢复汉制，修正礼乐。更重要的是，杨坚身边有一个极其厉害的女人——独孤伽罗，独孤皇后。她是北魏名将独孤信的女儿，鲜卑贵族出身，却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在杨坚犹豫是否要篡位时，正是他派人传话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免之，已经是骑虎难下干吧。2圣共治天下。杨坚怕老婆是出了名的，但也正因为独孤皇后的监督，隋朝初年的政治极其清明，他们厉行节俭。杨坚平时吃饭只吃一个荤菜，皇宫里的坏衣服都要缝补。这种斯巴达式的自律，让新生的隋朝迅速积攒了惊人的国力。这时候，杨坚把目光投向了南方。此时的南朝陈朝又是另一番光景，在位的是陈后主陈叔宝。如果说杨坚是那种苦行僧般的政治机器，那陈叔宝就是那种活在梦里的浪漫艺术家。陈朝虽然疆域只有江南一隅，但经济繁荣，文化华丽。陈叔宝根本不关心北方的威胁，他觉得长江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虽然历史上已经被突破无数次了。他每天在宫里干什么呢？他建了3座极尽奢华的阁楼，临春节期望仙。他自己住一座让他最宠爱的张丽华、孔贵嫔住另外2座，阁楼之间有复道相连，宛如仙境。他和一群文人骚客江总等整天在这里喝大酒写艳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玉树后庭花，绿珠满眼金钗是，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出为韩泰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这首诗词藻华丽，音律哀婉，被称为亡国之音。当北方的隋军已经在造战船练水军的时候，陈叔宝却对着大臣说：“王气在此，当年北齐以100万兵力来打我们，不也打退了吗？长江天险，他们飞不过来。”这种盲目的自信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公元588年，杨坚下诏伐陈，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战争，这是一次降维打击。杨坚任命他的2儿子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为元帅高峰，为长史统帅51万8千大军，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相比之下，陈朝的全部兵力也就10万左右，而且分散在漫长的长江防线上。隋军的战术非常高明，心理战杨坚印发了30万份讨伐檄文，罗列陈叔宝的10大罪状，派人到江南到处散发。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传单攻势，搞得江南人心惶惶。经济战每到江南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隋军就假装要进攻，吓得陈朝农民不敢收割，等陈军集结了隋军，又退了，反复几次，江南的粮食储备被耗尽，多路突击。公元589年正月，趁着陈叔宝还在过年，醉生梦死，隋军全线渡江。贺若弼、韩擒虎2员猛将像2把尖刀，轻易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插建康。陈叔宝直到隋军兵临城下才反应过来，他慌乱地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但这些士兵早已毫无斗志，两军刚一接触陈军就溃散了，甚至有的士兵直接坐在地上大笑投降。胭脂井里的笑话。公元589年正月20日，建康城破，韩擒虎率领500精骑冲进朱雀门，宫里的太监宫女四散奔逃。韩擒虎在大殿里转了一圈，没找到皇帝。他抓住一个太监逼问，太监指了指后宫的一口枯井。韩擒虎来到井边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士兵说再不出来我们就扔石头了。这时候井底传来惨叫声，别扔别扔，我们在。士兵们放下绳索往上拉，拉的时候大家觉得好重心，想着皇帝是不是吃太胖了，等人拉上来一看，所有人都乐了。
原来绳子上拴着3个人，陈叔宝和他2个最宠爱的妃子张丽华、孔桂嫔3人抱成一团，狼狈不堪。这一幕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滑稽也最讽刺的画面之一。这口井后来被称为胭脂井，也叫乳井。陈叔宝被俘后被押往长安，杨坚并没有杀他，反而对他不错，经常请他喝酒。陈叔宝竟然也没心没肺，每天喝得烂醉，甚至还让杨坚给他个官做。杨坚感叹这人真是全无心肝，难怪会亡国。随着陈叔宝的投降，南朝这个从东吴开始，历经宋齐梁陈延续了300多年的偏安政权彻底画上了句号。大融合乱世的遗产。当隋朝的旗帜插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回望这300年的血泪史。这3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吗？是的，五胡乱华的屠戮，南北朝的内战，人命如草芥。但这30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熔炉期，异民族的融合，鲜卑、匈奴、桀、抗、羌这些曾经在草原上驰骋的民族，在进入中原后，经过残酷的战争和主动的汉化，如孝文帝改革，最终全部融入了汉民族的血脉。隋朝的皇室杨氏本身就是关陇集团胡汉杂糅的产物，独孤皇后是鲜卑人。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血统概念，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共同体。2文化的融合。南朝保留了汉文明的精致风雅与文学高度，诗歌、书法、玄学；北朝注入了草原民族的刚健质朴与组织能力，府兵制、均田制。当隋文帝统一天下时，他将南朝的文与北朝的武完美结合。没有这300年的碰撞，就不会有后来唐朝那种万国来朝的自信与豪迈。唐诗的繁荣源于南北文学的合流，唐朝的军功源于北朝的尚武精神。公元604年，杨坚去世，他留下的隋朝虽然2世而亡，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但他所建立的制度3省6部制、科举制却被唐朝继承，并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站在历史的彼岸，我们仿佛能看到刘裕在建康的怒吼拓跋宏，在洛阳的叹息梁武帝，在台城的饿死兰陵王，在面具后的悲歌，以及陈叔宝在井底的瑟瑟发抖。这些身影最终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南北朝这个铁血与风流并存、野蛮与文明共舞的时代，终于在隋文帝的剑锋下缓缓落下了帷幕。一个新的更加伟大的盛世隋唐，正如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节目的最后，我们用2首南北朝时期的民歌送别这段历史。敕勒歌，北朝乐府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失我焉。芝山令我妇女无颜色。西周曲，南朝乐府，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南风知我一吹。梦到西周。